哎，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开启了一段心酸往事吗？就是说我这个大胖媳妇1岁的时候，她的亲爹 loser 和他妈闹掰，她亲爹说走就走了，之后老说回来看她，但是从来都不来，让年幼的我的大胖媳妇，哎，不对，要是按照就是后宫典仪来说，那个时候她应该还不叫大胖媳妇，只能被称作我的小胖答应，让我的小胖答应在门口马路牙子上无数次的等她这个缺席的亲爹。后来他妈妈，也就是我这个加拿大西海岸的小旋风婆婆，和他爸彻底决裂，把儿子姓改成了他姓，从此 loser 的儿子不再姓卢，也就不再拿他们老卢家的钱。所以我婆婆从19岁就开始了这个单身妈妈的辛苦岁月嘛。但是19岁呀，朋友们，我都30了，我看着小帅哥我还直起静电呢。那19岁是什么岁月？那正是说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真心话加大冒险，爱的真肤浅。人家别人都在享受着人生最好的谈恋爱的时光，我婆婆就只能带着她这个淘气包儿子跟男生约会。哎呀，看个小电影，孩子拉爆米花里头了；打个保龄球，孩子吐抓球眼里头了。反正他这个儿子在他这个恋爱旅途中起到的肯定不是一个吉祥物的这么个作用吧，有点克他。那么这个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上集的故事中还有这么一个人物，是我婆婆的妈妈，叫盖尔女士。这个盖女士呢，我上次介绍过，也是个很复杂的人格。我跟你说，就她为了保住她这个第二段婚姻呢，即使是说她这个第二任丈夫对她3个女儿都有过骚扰行为，她也不让这几个女儿说啊，然后还挑拨这几个女儿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几个盖家女儿呢，就很早都陆续搬走了，那脾气不是盖的。但是呢，当我婆婆面临着人生的这种困境呢，就没有人帮她带孩子，她自己还很年轻呢。这个时候，她就把我老公送到她妈这儿，让她妈先帮她带一段时间。想不到的反转，刹不住的闸，只怪人性好复杂，好呀，好复杂。我老公被放在他姥姥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婆婆再来找他，我老公不跟他回去了，而且跟他妈说，就是你肯定还要谈你的恋爱，你肯定还要结婚，那你肯定就会抛弃我，就跟我亲爸一样。所以我不跟你走了，我选择和我姥姥永远生活在一起。这哪是小孩说的话呀，对不？我婆婆一听，哎呀，我的妈！我本将心明月追，奈何明月 PUA。然后我婆婆就发现问题了，就是说盖尔女士的第二段婚姻呢又出现了问题，她的第二任老公和她已经分居了，但是她的3个女儿呢又陆陆续续都离开了她，也就是说她在人生的荒原上没薅住一根稻草。所以呢，这次她的这个小外孙子来了，她就坚决要把他留在身边，所以跟孩子灌输了这些话。然后我婆婆怕抢孩子抢不回来嘛，把她亲妈告上了法庭。哎呀，我跟你说，骗你这小狗，当时那事儿闹得大扯呀！就这场官司，当时在他们生活的小镇上，那风波等级相当于就这个炸的程度吧，怎么也得相当于就说乡村爱情里边突然间被曝谢大脚和谢广坤有对双胞胎。我婆婆把她姐姐和妹妹都给请到法庭上来了，做的证，就当年他们的继父是多么的可怕，他们的妈妈是如何的不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给一个孩子做合法监护人？反正最后法院判的就是孩子回到我婆婆这边，然后他这个姥姥在不经我婆婆允许的情况下，不允许探视他外孙子。然后我这个大胖媳妇呢，从小的性格特点就是脾气不大，易挥发，从小水性又杨花，就是一听啊不让看呢，那不让看拉倒吧，完就乐呵跟他妈回去了。哎呀，那后来又有很多就狗血的故事，就比如说我婆婆后来又结婚了嘛，然后结婚了以后，她的婆婆不让我的婆婆带着自己的儿子，就我老公去她家过圣诞节，就他们这个过年嘛，每次过年就我婆婆只能带着她后来生的这2个女儿，我老公就得被一个人锁家自己过。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现在我老公和我女儿不是在我婆婆家的嘛，然后这新一轮收费活动已经开始了，你们能想象到什么牛奶钱、披萨钱、喝的水钱、也出去的油钱，就包括他带我女儿出去玩一天，什么停车费、他的吃饭费，这你都是要报销的。但是我婆婆非常的自信，她认为她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这一点我觉得她这种自信是对的，因为你看跟这个当时就没做好准备就跑了的孩子他爸比，还有跟这个就是前一段时间热议的这个今儿个想要孩子，明儿个不想要孩子，把生孩子当斗地主的明星比，起码我婆婆做到了。就当妈妈这个角色和责任迎面而来的时候，起码我承担了，我没缺席。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妈妈都会被身边各种各样的声音影响，总觉得自己这儿没做好那儿没做好，作为妈妈好像永远不合格。哎，别的你一定要学习我婆婆这种精神，我没缺席，我在顾我大。还有一个事儿是你越琢磨越有意思，我今天真不搁这吐槽，我就是对人性充满了好奇。都说有这个命运的轮回的这个道理，你说有意思没？你发现就越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自己的妈妈这儿、自己的婆婆这儿受尽了委屈的这种女性，她将来成为婆婆的那一天，她就越容易表现得非常的不友好，就越容易显得比较刻薄。你说这是一种就自我防护机制吗？这是什么样的心理呢？你们想知道我这个大胖媳妇儿，这江大姑爷第一次遇着中国老丈人是咋翻车的不？今天给你们讲讲吧。顺便说一句，爸呀，
当初难为你了，谢谢你的体谅啊！父亲节快到了，祝你父亲节快乐。那时候哈，就我跟我老公才认识不几个月，就是脚还没当面抠呢，话也没直接说呢。然后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厦门看看我，第2天就到。我说行了，我去机场接你去。然后第2天，我跟我老公中午吃完饭，我就说的，那行了，我走了啊，我去机场接我爸去。完他说的，啊，你爸来了，那我跟你一块去接他去呗。我说不用，你也挺忙的，你这个休息休息吧。他说我不忙，我老闲了，我跟你一块去吧。然后公交卡一拿就跟我走。我当时寻思不行啊，我还没跟我爸说我处对象的事儿呢。完他就急头白脸一定要跟我去。最后整的我没招了，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就我吧还没准备好让你跟我爸妈见面呢。你说将来啥情况也不知道，万一是个无言的结局，多浪费感情啊！完他还没听明白，浪费谁感情？为啥浪费感情？我也不跟你爸处对象。我一看似乎有话可以套，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意思你经常往家带女朋友呗？就是你给你妈见几个了？完他说的，哎呀妈，那可见老了，从小学的王瑞秋到大学的陈露西，有时候是女朋友，有时候就纯属来跟我打游戏的。我说那你妈啥反应啊？我妈就是看着她冰箱里那点东西，就只要她冰箱里吃的别人吃了就行。有一次有个女生吃了她一块蛋糕，我妈让我管人要钱。我说那你咋办的？我带她私奔了。那个时候，那年少懵懂的我，居然觉得我老公定是说笑了。之后数年，被婆婆要钱的我，方才明白我老公已经瞒报了。完事我就听明白了，就是外国人呢，就是往家领男朋友女朋友这事儿，这个传统跟咱不太一样。可能有时候你往家领个谁，你爹妈都不一定问。但是我不行啊，我没处过对象，完事我也没跟我爸见过谁，所以我想来想去，一狠心高低不能带他，然后我就上车了，给他扔道边了。我在车窗往外看他那样，偏跟吊掌的凉鞋在汗脚中爆浆，海市蜃楼的发量在骄阳下穿帮。我当时瞅他那样，我瞅他也挺可怜的，我心一软，我就上来吧。完他是乐颠的，像大白号似的就穿上来了。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悲壮，我就想给我爸发短信，我就想告诉他，让他有点心理准备，就是一会儿接你的还有个大白号子。但是我爸在飞机上呢，接不着啊。然后俺俩这边呢堵车，赶上我爸人那边呢还顺风，俺俩到时候让我爸已经着陆了，正往出走呢，就时间很紧张。我这一没有时间跟我老公解释应该叫啥，应该说啥。完我老公这人呢，就虽然心眼不是很全，这时候也搁这琢磨呢，一会儿我应该说啥呢？我估计他当时那思路吧，就跟他学呗，他说啥我说啥。然后我爸就从远处就出现了，然后我就迎上去了。我这个东北口音有多重吧，你们也都见识了。就是如果在异乡思家亲，听听彩铃东北人嘛，对不？我就以一个典型的东北方式跟我爸打的招呼，我说到了爸。我爸也挺想我的，刚过来想要抱抱我，这时候旁边噌家窜出一只大白耗子，也整一个到了吧，到了吧。如果我当时说的是到了呀爸爸，就我老公的汉语再不好，他也能大致听明白啥意思，他也不至于学。就我一到了吧，他还以为我叫名呢，一着急嘎家也跟着来一句到了爸，整的我爸名叫到老爸，你说听着像拖拉机名似的，给我爸吓一激灵。心寻就这年头沿海城市的外国友人都这么客气吗？我爸就愣着了，给我整的我没招，我说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处了个对象，他叫啥啥啥。给我爸整的哈，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彻底蒙圈了。然后就一块往出走嘛，我爸手里拎个行李箱，我就一顿给我老公使眼色的，就赶紧帮拎，赶紧帮拎。我老公也没看明白。结果快上车的时候，你这行李箱不得放后备箱里头吗？我就一把把那行李箱抢过来，就假装说的你要帮他放，你自己说呗。结果我这大胖媳妇这时候汉语变异了，好上了，一点不配合，清澈响亮的问我干什么？给我尬的呀！我说爸，你先上车吧。然后俺俩上后备箱时，我就问他你咋的？你不懂得给我爸拎行李啊？结果人说的我看大老爸挺年轻的，你这上来就给人当老头带，我寻思人大老爸该不高兴了，人大老爸该不高兴了。